前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煽動案嚟到第二日審訊。辯方前一日爭議涉案17篇文章入邊有10篇超出6個月嘅檢控期限，法官郭偉健朝早裁定17篇刊物全部可以呈堂，詳細理由稍後頒布。控方隨即讀出開案陳詞，話呢17篇專訪、博客同埋新聞報導可以分成6大範疇，其中4篇同民主派初選有關，包括35家出線嘅立法會參選人何桂藍、周家成同埋梁晃維嘅專訪，同埋已經流亡英國羅冠聰嘅博客文章。控方話呢啲文章幫參選人造勢、申冤、帶光環，又肆意介紹佢哋嘅非法理念，宣傳違法主張，目的不言而喻。羅冠聰嘅另一篇專訪同埋歐嘉倫嘅博客文章就被控方指控藉住12港人案，肆意攻擊香港同埋中央政府。另外有4篇被指同外部勢力倡議國際制裁有關，其中3篇訪問咗羅冠聰、許智峰同埋梁頌恆，1篇係張崑陽嘅博客文章，佢哋4個分別喺2020年同埋2021年流亡海外。控方話立場新聞唔單止冇同呢4個人嘅非法立場切割，仲將佢哋包裝成人權戰士，話佢哋為香港自由、人權而戰，目的同樣係不言而喻。仲有6篇博客文章被指抹黑同攻擊國安法，作者包括因為蘋果日報被控違反國安法現正還押嘅陳沛敏、羅冠聰同歐嘉倫。控方話呢一啲文章都係穿鑿附會，喺冇任何事實基礎下污蔑國安法同一眾執法人員。仲有2篇係鄒幸彤獲頒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嘅新聞報導，同埋羅冠聰嘅博客文章。控方話立場新聞藉住文章不盡不實惡意攻擊中央同埋政權。最後1篇涉及中大暴動案，控方話立場選擇喺中大衝突2週年發布呢一篇文，目的不宣自告，分明係想將冷卻嘅暴力抗爭重燃，而且文章手法極煽情，美化暴力行為，抹黑警方執法。控方話呢17篇文章都係喺國安法實施之後發布，要評估被告嘅犯罪意圖同涉案刊物有冇煽動意圖。法官可以憑司法認知，即係一啲人所共知、無需證據證明嘅事實去了解案發背景。控方話由2020年7月7號去到2021年12月29號，大規模嘅暴力衝突看似消退，但係社會上仍然充斥住各種暗湧同埋政治炸彈。又話有大批市民，唔少係年青人，唔願意接受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採取各種反抗，令到社會政治氣氛極不穩定。更加有反中亂港同外部勢力肆意炒作社會事件，令一啲人相信自己身處冇民主自由嘅極權統治之下，從而推動佢哋武力抗爭。控方認為呢17篇文章明顯經過細心安排，配合當時嘅反政府事件喺立場新聞發布，推波助瀾，加強反政府議題嘅效力。而被告必然知道呢一啲刊物嘅煽動意圖。又話立場新聞唔單止係網媒，仲係政治平台，話佢哋喺反修例運動嘅公開取態顯示咗一貫嘅政治理念。控方又話立場新聞喺反修例運動之後嘅平均收入由2015年至到18年每年大概600萬港元，暴增去到2019年大概8000萬，增幅超過10倍。控方認為數字反映立場新聞嘅收入同反修例運動有直接關係，亦都顯示立場喺2019年之後獲得更多志同道合、政治理念相同嘅公眾人士追捧。控方最後提及立場喺2021年6月宣布將部分文章暫時下架，檢視之後再重新刊出，顯示佢哋知道刊物有可能違法，所以法庭可以推論被告知道刊物嘅煽動意圖。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就質疑控方喺開案陳詞前言後語加咗好多意圖。佢解釋立場咁做可能係因為有風險，所以先將報道下架，話我哋有責任檢視呢一個係傳媒人應有嘅責任，都可以係一個推論。佢話喺結案陳詞嘅時候會再處理犯罪意圖嘅問題。控方已經完成開案陳詞，開始傳召證人作供，早前透露會傳召36名證人，案件星期3續審。